那我们说 AI 它只是不淘汰人，对我来说不淘汰人，一般上它是简化你的工作，那其实它是加速你的工作效率。你在某些平台，你都会看到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网络卖家。这样他就想说，普拉提其实面对什么问题，就是痛点嘛，他就是调研这个问题，然后在问题当中呢，他就找出袜子去优化，优化了过后，他才去找厂家去生产一个防滑的袜子。对了，然后才做一些 marketing， 才来事半功倍推去市场，一个也卖了300万美金。只是袜子而已，本身亲身体力，我本身只是一个概念，就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365天的文案。跟员工说，我做好了这个框架，那你跟这个框架去做，然后加上图案，加上文案。那以前我们是很痛苦，就开会可能就开了整天，360天，我看浪费时间。1天到2天，对。那现在你做好了，你给员工一起来讨论，对，半个小时你就完工了，搞定了。很多老板都在问 AI 到底能不能够帮我赚钱呢？4月29号，我们将会举办一场专门为大马的中小型企业打造的 AI 实战论坛。这一次的主题非常的直接，用 AI 砍成本、拼业绩。我们邀请到许多专家在现场教你如何使用社交媒体 AI 搜索，让你的客户主动的搜索到你，而不是花大钱投广告却赚不到钱。另外呢，刘哲涵博士也会在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把通讯软件变成一个自动报价、自动成交的 AI 销售冠军。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帮你用低成本的 AI 工具取代那些琐碎重复的工作，真正做到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不要再观望了，因为你的对手已经在使用 AI， 现在就马上行动。购票请到 caijing.my/AI， 那就是 caijin.my/AI。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呢，我们要来谈 AI 人工智能啊。你还以为 AI 只是帮我写文案啊、email 或者修改 grammar 的工具而已吗？其实 AI 还能成为你在职场上、生意上的全能助理。但它到底能扮演一些什么角色呢？为什么一些人用 AI 能实现100万业绩，一些人却不能呢？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呢，要先来提醒各位员工老板啊，由 BFM 财经主办的 AI 实战论坛呢，将在4月29号在 Menarakan TDDI Kuala Lumpur 举行。那如果呢你是想要了解如何靠操作 AI 来提升工作效率的话呢，或者是如何节省人力成本的话呢，赶快扫描荧幕上的2维码，或是点击 description box 的链接报名参加啦。那现场呢就会有专家手把手教你如何有效运用 AI 工具，帮助你事半功倍。那事不宜迟呢，我们马上请出电商业者和企业顾问 Steven 陈俊波来为我们拆解到底如何用 AI 来提升生产力。 Steven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 Steven Dan，我本身是做这跨境电商，然后现在目前也是有关于这些板块的顾问。好 Steven，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你也是有就是 provide 一些 consultation services 啦，有一些咨询的一些生意啦，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接触了一些本地的企业，你观察到目前本地的企业他们对 AI 的这个态度呢，它是处于观望、尝试、大规模应用，还是我碰都根本不想碰的，我觉得没有用的？他们都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解释一下，我本身用 AI，自从在2023年，其实 ChatGPT 可以所谓的可以订阅，我就开始订阅了，因为可以帮助到我对我的跨境电商的生意跟一些顾问。当时的理所当然，在两年多前，其实还不是很成熟，关于它只是一个很初步的，它还没有到现在目前这么越来，其实坦白说，每3个月它就会有一个变动。其实目前呢，我看到的东西就是说，有一些企业中小企业，其实它还带着一个怀疑或者是观望或者是尝试的一个角度去看所谓的 AI。有一些人他会担心说，我会不会用 AI， 或者是他觉得是说他
觉得它这个很复杂。那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好像我们是驾一辆车，到底我们是工程师还是司机？那假如是工程师，你要去怎么去研究我怎么去做这个马达，对，这个摩托，或者是 starter。OK，那我们不需要变成工程师，我们只需要是一个司机去驾这辆车。就基本的知识，就是说你要懂得问，或者你要懂得去问你想要问的东西。有的是觉得说 AI 只是做一些所谓的图啊，就是整天我们在social media 在自媒体看到做的一些图啊视频比较搞笑，他们觉得说AI 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是有一点担心担忧，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些数据，把我的公司的机密放在 AI 里面去训练去做分析的话，他觉得说它是不会很安全的。目前呢，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渐渐一些中大公司呢，他们已经做一些自己的本身一些 AI 的训练，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就是 data server，然后变成呢，他们其实也是大量去在用。为什么？因为怕他资料被泄露。那这个东西便宜吗？不便宜，是6位数到7位数左右。这样给一些刚刚想要创业或者中小企业是一个，尤其在目前这个东西都在涨价的时代。对。那我们讲这样你就可以用所谓的 Google Workspace， 这样它这个可以说这个是个 subscribe 是给中小企业的一个资料的保密，它不会被泄露。然后问题是你需要一些程序去注册，这样它注册呢也是它的名字是叫 Gemini Business 或者 Gemini Enterprise， 它的价钱有差别，就是一个20块，一个是30块美金。这样这个它就会保密你的所有的资料不会被泄露出去。因为有时你用 AI 他们不是会提前有一个好像 disclaimer 或者问你，就是你愿不愿意分享你的 data， 然后帮助我们优化我们的服务。是的，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讲我们不愿意，是不是？是应该。然后假如是在Google Workspace 啊 ChatGPT 我就比较少用了，因为它有它的差别跟 Google AI 就是 Google Gemini， 这样变成呢一般上假如企业家我觉得是应该是用 Google Workspace。这个刚才所讲的 Google Business 跟 Google Enterprise 它就会保护你的知识产权。问題 Steven，你推荐用 Google 是因为它有个协同效应嘛？因为 Workplace 它有 Google Docs、Gmail、Drive everything in a whole ecosystem。Whereas ChatGPT 这一边呢，我们就看到它就只是一个 AI 的东西吧。是的，对。But 除了这个 ecosystem 之外，我想问一下，就是 ChatGPT 跟 Gemini 是的差别在哪里？它差别是它的工具蛮多的。假如是说你compare 你就是拿分别 ChatGPT 它的本身它没有好像 Google Gemini 的生态圈大，因为 Google Gemini 刚才你所说的有 Google 它的一些 document， 有 Google Drive， 它会升级你的 Google Drive， 然后它还有一些比方说 Google Map， 它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比方说 Google AI Studio， 它有 Google Notebook LM， 还有其他的，这是蛮多的。假如是你有用到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好，我们后续我们再来谈这个AI Studio， 然后过后 Notebook LM 这些东西。是的，因为它是算是一个比较进阶版的一个Gen AI 的东西嘛，是不是？对的。好，不过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们真的对 AI 有个很大的，就是有一个 stereotype， 就觉得 AI 还是停留在大学生使用 AI 的那一个阶段，我就用 AI。帮我写文章、写文案，然后写 email， 然后做一些图片。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实际接触的案例当中 ，AI 还能在哪一些就是能真正影响营收或是效率的环节上帮助到中小企业呢 ？Steven？一般上呢，它其实对一个老板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成为企业家或成为老板 ，OK， 这样我们一般上是到底是工具重要呢，还是我们方向重要？我们觉得决定是我们方向比较重要。比方说，我是给一些年轻人初创，就是说，我们先要一个产品，是否我们有没有用市场调研？以前我们要请所谓的顾问来帮我们做市场调研，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产品线，或者我们做什么服务，那我们就请 AI 来做一些数据调研 ，OK， 或市场调研 ，market research。对，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懂谷歌，它是一个 SEO。
它是最大资料在全世界最大的吧，应该是。对，它比好像 Bing 那就比较少了。OK， 那 Google 比较大，它资料也比较充足。OK， 然后第二，你可以做你的产品的一个分析，在市场上你的定位，然后再加上说，那你可以再从调研里面怎么去优化你想象中要的一个产品。还能问他意见，对，就我还没 maybe 我还没 start business 之前，我先做一个 market research， 我讲我要 launch 这个 product， 我先问一下AI 这个 product 在市场的那个接受度怎么样，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你要的那个市场，其他国家，对接受度怎么样，然后过后我们再跟他讲，这个就是我要 launch 的产品，你再帮我看能如何优化。对的，还可以找出市场的痛点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顾客的问题，再加上你可以做一些战略的一个 CEO， 成为你的 CEO， 成为你的一些管理 AI 成为我的 CEO， 包括你的营销那的一些战略，或者是适合做什么一些管道或者一些渠道，比方说有一些产品他会给一些意见，包括比方说跨境，他不只是在跨境平台，他可以去到比方说我们讲一些自媒体的 Facebook、Instagram， 你可以怎么去请人，怎么去拍视频，而不是用 AI， 然后去找什么网红是在什么平台找，或者是你怎么是用多少 budget 或多少的钱来打这个市场。全部他都可能 provide 这些 information， 他会给你一个 idea， 不过理所当然我要提醒就是说，他只是给一个 98% 的一个accuracy， 对，18%还靠我们自己老板要去做一个战略或者你的一些知识的经验的去做一个定夺。对，因为我在我应该是在去年吧，那个时候 Google Gemini 我已经觉得哇，就是很多人以为 Google 是一个搜索引擎，不过其实它是一个资料库，是，所以用了 Gemini 你就会发现到，它是能做的东西蛮多，不过它也是有错误的地方，好像有时我就讲我要找这个嘉宾那个嘉宾，后来他竟然介绍我找我的员工不是找我的同事，以前讲我的同事竟然也是一个嘉宾，所以我就有点吓到。所以这些地方还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调试 tweaks， 做一些改进的啦，是的，不要完全就是180%照版全收这样子。是的，对的，对不对？不过你可以再深入去问，还有它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分析你公司的一些公司财报，然后它怎么给一个 forecast 你。这个是我曾经有跟一些企业家让他们去尝试，这个是然后给他一些展望，或者是做一些pitching， 或者是做一些市场的一些，比方说你要去融资，类似这样的东西。哇，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的，拿是可以做得到公司的财报给 AI 去分是析，然后再问他，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哪里可以 cut cost， 还是哪里能optimize， 是不是这一些都能做？重点是不要用免费或者是用普通的 Pro， 记得要去 subscribe 刚才所讲的Enterprise 跟 Business。我问你，是的，免费还有付费版本，它的那个差别是出现在哪里呢？它的工具有一些是没有的免费或者是他给的答案没有这么准确。然后再加上它不可以用你的公司的一些机密或者是一些你的公司的一些账目放进去，那是有点危险。是的。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免费好像如果你要 upload 东西的话，它也是会有一个 limitation 在。对，理所当然是。好 ，Steven， 其实刚刚你有提到一些工具啦，是的，就是有 Notebook LM 啊，然后有 Gemini， 然后有 AI Studio。相信很多人他们只是停留在我只是懂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罢了，更深入的我们不是很清楚。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么多这些工具，你会建议中小企业从什么地方哪一个工具开始先下手呢？然后过后这些工具适合应用在什么场景上呢？就从我们叫 Gemini 开始，它里面一般上都会用到 Canvas 或者是 Deep Research。理所当然 Deep Research 它会给你很多不同的 website， 有时我看到它去到200多个网页去搜索你要的资料，然后它就给出你的答案。这个答案理所当然你是要看过的。Canvas 就是说它会你跟他对话，那你有什么不对的，它会跑出一个 proposal 给你，一个建议书给你。那这些还可以，这样假如你有提示词是最好，就是我们所谓的 prompts。那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去尝试去Notebook LM， 它是属于谷歌的其中一个，除了 Gemini 之外，那它可以尝试去放一些你的公司的产品，你这些财报套，它会给你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意见。不过它不会给凭空想象给你一些市场没有的东西，它会给一些就是市场有的一些资料，包括你给它的一些讯息，它就会从中里面在这个范围你框架里面给到你要的答案。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用 AI 你也用 AI， 为什么我却做不到这样子的这个 result 出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有可能是你不会问。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写好一个 prompt 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则是什么？然后过后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就是问错跟问对出现在什么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 point out 出来的吗？比方说在你的行业你想问一个权威的一个专家，这样你可以在 Gemini 是问他你这个 prompt 应该怎么写，他就会给你一个提示他怎么写。那第二方法呢，这样你可以在 NotebookLM 怎么去找，然后去写出这个 prompt 出来，这是2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要问 AI 怎么样正确的写 prompt， 是的 AI prompt 出来。你要从你说Okay. 我从开始我应该怎么写，然后你本身要写什么的一个专业。不过理所当然我们自己写 prompt 是有自己的经验去巡查这样的资料，这样变成写出来的东西有点不一样。那刚才你所说对与错的话，这样其实假如是一个提示词就是 prompt， 然后它是有一个框架的。这样你找对了 Gemini 它的框架的话，那你就会做的，它在框架里面你就不会所谓的对与错，它就在这个框架里面给你一些你要的答案。我相信另外一个问错跟问对的一个地方呢，肯定就是你写太少的提供太少的 information 也是一个问错的方式啦，对不对？太笼统了。对，或者是因为 AI 其实为什么用 prompt 会被精准呢？或者是你普通问一个问题，因为它怎么还是一个机器，这样我们是用它的术语来跟它说，然后它就会做出一个更深入的一些调研，或者是深入的一些答案给你。好，那么要如何问好 prompt 这个，我们活动那一边我们也会为你们有一个详细的解说，所以记得要参加活动去了解更多了。你有没有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实际案例，就是这个公司这个生意它开始 adopt AI 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OK， 理所当然在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呢其实是蛮多的这个案例。那我就讲3个案例啦。理所当然近期假如是你在某些平台你都会看到某一些人都会解说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网络卖家，他去做调研先。做调研他还没有生产产品，先调研他是一个袜子。OK， 他这个袜子，这样他就想说普拉提其实面对什么问题，这是痛点嘛。Pilates 那个运动方式是不是？对，然后他就缺少一个袜子，然后这个袜子呢痛点就是它很滑。站在他的工具上，这样唯一他就是调研这个问题，然后在问题当中呢他就找出袜子去优化了过后，他才去找厂家去生产一个防滑的袜子。对了，然后才做一些 marketing， 才来事半功倍推出市场，一个也卖了$300万，只是袜子而已。But AI 就是 as a consultant， 它 provide 你这一些意见咯，对不对？是的，怎么样优化？对，因为理所当然在网络肯定你在一个关键词里面在这个是另一个所谓的工具，你这个关键词里面它会跑出很多 when where how why what， 然后或者是它有什么痛点面对这个问题，那从中当中你去找出这个痛点如何去解决。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一个讲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每一天重复，哇你用 AI 呀、什么哇你不怕 AI 什么抢你饭碗还是什么啊，你看 AI 都能帮你做嘞，你不担心咩？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疑问？对于一般的打工人或是老板来说，现在 AI 的这个大浪潮来了，我需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准备呢？ OK， AI 大浪潮我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害怕，去多点了解。这个东西是坦白说就好像我们当初做会计的时候没有软件，那有用软件的人他就简化他的工作，就很轻松。OK， 那没有用软件就很苦恼，用旧的方法或者是用着Excel 或者是用记录了哈。那我们说 AI 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只是不淘汰人，对我来说不淘汰人。那
一般上它是简化你的工作，那其实它是加速你的工作效率，给公司更好的业绩。它只会淘汰那些不用 AI 的人，可以是这么说。那我们就比如说我自己本身亲身体力，我跟团队开会了，我要做一个365天的发帖 posting， 对，在 social media 365天，对的，在一个框架里面。那我我本身只是一个概念，就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365天的文案，而不是文案，就是它的title，就是题目，然后再优化了，从员工当中简化了，然后在员工当中就用，因为我2个户口，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公司的，然后就公司就跟员工说，我做好了这个框架，那你跟这个框架去做 posting， 每一天的你再改善，对，然后加上图案，加上文案，哇，然后这个大概用了我30分钟时间而已。然后比方说以前你是一个，然后我现在没有请外包嘛，像以前我们是很痛苦，就请外包的话，这样或者是自己做也是很痛苦。为什么？你不懂怎么去下手，然后一开会可能就开了整天，360天，我看浪费时间1天到2天。对，那现在你做好了，你最多是开会了，给员工一起来讨论，然后就可能能怎么 execute， 对，半个小时你就完工了，搞定了，然后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成为老板，你会节省你时间，让你减少更多繁杂的东西，把它简化，然后再给员工怎么去 execute， 就去实行。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公司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用 AI， 你会建议它的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呢？请 subscribe Google Gemini， 变成一个广告了。这个广告没有啦，就是你看你自己本身，你可以先用免费，过后你才觉得说，能用的话，那你才做一个订阅。那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做外国电商，我当时我就马上订阅，我就不想这么多了。因为现在就算你订阅的话，也是第1个月是免费的。那你不要再继续用的话，那你就是这样 No harm， try 先呢 ，no subscribe， 你就把它 cancel 掉，你就把它删除掉就好了。去尽量去用它，尽量去问它，因为它是可以说它是一个你的企业战略，它也是你的一个顾问，它也是你的一个助理，或者是它是一个你的行政的助理。那我觉得说尽量去运用它吧。什么都能做，全能。是的，它未必说100%给到你要的答案，不过起码你就不用去说我要去看要不要去上课。那假如是请外面顾问，理所当然肯定是5位数以上。对，那与其把这个钱给出去，倒不如自己先做一个最基本的，自己去想如何去把这个东西做好它，然后才事半功倍，而不是说产品出来了你才烦说我怎么去推出市场。先看一下那个市场的水温是怎么样的，是你才不用再来做这种大规模的 manufacturing and everything， 或者是 marketing fees。因为外国人一般上，或者新加坡跟西方欧美国家人，小卖家资金有限，唯一就是他们先做 research，做一些调研，好，这样说才来去生产，然后才事半功倍，因为他们去 test 市场。好，非常感谢 Steven， 你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谢谢你 Steven。好，谢谢。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